哟，在下 MC Ler， 新来的观众可能有所不知，本 Ler 是海外广大战狼红军中的一员。虽然没有住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我还是尽量让自己不要离党太远。所以我住在了洛杉矶的二奶村，每天都可以和党内高官的二奶们和孩子们擦肩而过。有时候，哪怕只是听到那些官二代法拉利的引擎声，都让我感觉与有荣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党真的说得到做得到，太棒了啊！正因如此，我们在海外的宣传更加不能松懈。所以本乐前2天就打算开着我的小破车去 UCLA 的校园突击检查一下学生的思想情况。但在我离学校还有几公里的时候，就听到头顶上盘旋了直升机。虽然早就知道美国的水深火热，但当铁拳就在本乐头顶的时候，我还是被吓得菊花一紧。但是我突然看到远处还有很多愤怒的学生举着不要种族灭绝的标语，吓得我赶紧冲过去，必须要为祖国的尊严奋斗。 No, the camps in Xinjiang, they're re-education camps. They're meant to help Uyghurs assimilate. Wait. Palestine? 没错，MC Ler 一直遵守墙外冲浪守则的第1条规则，绝对不要触碰敏感词。学生抗议，这是能看能聊的吗？哇，还好我的思想觉悟让我来到了 UCLA， 亲眼目睹了美国高校的暴乱，亲自体会到了西方国家宣扬的言论自由是如何破坏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Ler， 你说的没错，美国的言论自由果然是一个笑话。那些学生支持巴勒斯坦就会被抓，等等等等等。Wait a second, bro。我说美国的言论自由是个笑话，我的意思是美国居然觉得言论自由对一个国家是有利的，真是一个笑话，而不是美国没有言论自由。We want America to have 言论自由 ，OK？ 这样他们的人民才能替我们去讨伐美国政府。我现在觉得很有必要，要借美国学生抗议仪式，给我亲爱的 Wolfies、you guys 科普一下美国的言论自由。毕竟《孙子兵法》曾说，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也就是说，只有了解了言论自由，才能更好的用言论自由击垮美国。首先，并不是只要学生支持巴勒斯坦就会被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美国这几天的监狱早就关爆了。而是那些被捕的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违反了校方的规定，给学校日常运行造成了安全隐患。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每个私校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学生入学前都必须得签名同意。包括 MC Ler 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不像我们中国，规矩就一条，简单明了，不准在公共场合举白纸，谁举白纸谁喝茶。美国这些学校的规定又臭又长又具体的，什么不能阻碍行人车辆的正常流通，不能使用可被当作武器的木质标语牌。我们那一些在美国忙着搞革命的白左红卫兵，哪有时间看得这么仔细呢？不过还好，他们没有掌握我国的秘密口袋寻衅滋事罪，所以这些替我们给美国政府添乱的学生们很快就会被放回家，然后继续给美国政府添乱。终于又轮到我们来欣赏美丽风景线了。 After they were put on a sheriff's bus at UCLA, they were brought here to the Men's Central Jail to be processed, cited, and released. We're not done. We're not done.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this at that. 不仅如此，这样也是让美国年轻人把他们注意力从美国迫切需要改进的问题上转移开来，让他们去关注一些跟他们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问题，比如巴以冲突。这样，美国自己的保险、环保、通胀、枪支暴力、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还有越来越贵的房价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解决。我们也永远都有用不完的比烂素材了。这回可又双赢了，赢了就赢了，将社会更安定了。要赢了就赢了，再也不需要扶贫了。赢了就赢了，将国家更稳定了。要赢了就赢了 ，China's got to be the winner。啊，我们主席从此在外人面前也更加敢做自己了。我知道说到这儿，有一些国内的 Wolfies 可能已经按耐不住了，恨不得立马游来美国亲自煽风点火。As it says in the Wolf Warrior Creed, so long as thy pants are tented, the motherland remains protected. And don't worry if thy pantalones hath not ejected, thy lords wield one great weapon. TikTok. Addiction
to your TikTok. It's an important thing to think about, especially if you're looking at your own kids. That's right， 真正的战场并不只是在美国的校园里边。Just as the Greeks turned the tide of battle against Troy， 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特洛伊木马。如果你跟本乐一样一心只读习近平治国理政，所以一直没有探索 TikTok 的虚拟世界，我就稍微 update you 一下。虽然美国政府现在已经对字节的 TikTok 重拳出击，但不是本乐吹牛，我们 TikTok 的推荐算法早就已经占领了可以操控美国社会舆论的最高地。我们已经掌握了美国年轻人喜欢看什么，可以向他们精准推荐，让他们迅速上瘾这个短视频 App。什么样的视频会有可卡因一样的高成瘾性呢？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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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Wow! Wow! KO! I know. What the was that? 这只是我们算法使用的诱饵之一，给这些鱼儿们尝点甜头，然后在这个甜头里边加入一些新的诱饵。这些用户当然识别不出来诱饵的变化，还会以为自己是最会网上冲浪的小白条。而现在我们放的诱饵又是什么呢？我那天到 UCLA 才终于解开了此谜团，造成混乱，打击美国年轻人投票的意愿，从而影响到今年的大选。Boom! This is the type of high-level, advanced analysis you ain't gonna find anywhere else on YouTube, baby. So please, if you're one of the 40% of people that have not subscribed to this channel, hit that subscribe button right now. And just in case there's still some doubters left out there, allow me to bring out the big, humongous, kind of round guns. 美国正在陷入混乱，一桩桩离奇的事件在美国农方上演，彻底揭开了美国上层虚伪的面纱。看到了没？人家讲的多好，尤其是当他提到了就是当他说，哎，他说什么来着？哎，不好意思大家，我莫名其妙的把他说的话都忘掉了。美国人可以在美国骂美国，却不能在美国骂以色列，给人一种美国已被以色列殖民的错觉。哦，原来这个视频没有字幕，怪不得我一个外国人在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完全听得懂。啊，有字幕吗？我怎么没有看 ？Anyway。我不得不承认，往年看我党大外宣开支所换来的投资回报率时，我都还是难免感到失望，甚至抑郁。I mean, look at this. 中国的朋友们，你们好。但是，身为一个俄罗斯这一次 ，this time， 有了 TikTok 这个特洛伊木马，我们终于成功了。We can finally control public opinion around the world. 全球都被一个光明正确的集权政党握在手中，意识到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开茅台庆祝一下。但是本乐最近生活出了一些大变动，导致更新率下降，节目预算有点不够，所以这一次只能喝得起二锅头了。我先干了，你们在评论区随意。还有上一个视频评论区有一些人说乐乐你应该不是在喝白酒，应该只是在喝水，所以我特意为这一期的录制没有开这个瓶子。Yeah, see that? It's definitely Arguato,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谢谢大家看，谢谢大家观看这一期 Lur TV， 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